拉54国开大会，乌军将全面反攻，普京反应平淡，却在别的地方打了2拳，美国不好过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自今年开始，美西方就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，但是乌克兰口中的春季大规模反攻却迟迟没有到来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美国和北约在德国举行拉姆施泰因会议，这是一个由54个国家组成的联盟，而他们这次讨论的主要话题就是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。他们誓言坚定不移地支持基辅，并有信心乌克兰能够在万众期待的反攻中夺回阵地。这次会议呢，也达成了一些成果，31辆艾布拉姆斯坦克将抵达德国，然后乌军将接受美国的艾布拉姆斯坦克10周训练。不过这批新坦克可不是给乌克兰，而是到时候将另外31辆在美国翻新的同款主战坦克运往乌克兰，而且对乌军事援助重点在防空系统、炮弹训练等。只不过乌克兰要求的战斗机并没有得到讨论。此外呢，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贝滕格会晤时，要求乌克兰尽快加入北约。斯托尔滕贝格直接画大饼，声称所有成员都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，乌克兰也终将加入北约。这句话直接被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打脸。而且之前北约会议上，波兰也提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议案，也遭到了美国、匈牙利、德国等国家反对。美国拉拢54国组成的联盟开大会，北约也在那儿画大饼，为的就是尽快让那个乌克兰进行全面反攻。但是从上面我提到的细节来看，这次看着阵势很大，多个北约成员国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，但其实援助很有限。而这边加码准备反攻，俄罗斯方面是什么反应呢？奇怪的是，俄罗斯媒体和官方似乎也没多大反应。不过俄罗斯方面的动作却很有意思。近日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进行了电话交谈，同意扩大在经贸、能源、欧佩克加合作，并在金砖国家框架下协作的前景等问题进行讨论。就在前不久，欧佩克加还宣布减产100万桶。普京和萨勒曼在这方面有很大的默契。另外，普京也曾称支持沙特加入金砖，沙特也表示高度兴趣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作为全球能源大户的沙特加入，将是不同格局。更何况，金砖正在框架内讨论本币结算。普京在中东给美国找茬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是到了美国后院点火。拉夫罗夫近期访问南美多国，包括委内瑞拉、古巴、巴西等国，传达普京邀请他们访问俄罗斯的消息。俄罗斯也要开大会，他还呼吁拉美和俄罗斯建立一个对抗西方讹诈的联盟。从俄罗斯的举动来看，很明显是不再受制于俄乌冲突。俄罗斯的外交不再只是围绕着美欧的挑衅，而是开始主动积极加强其地缘政治影响，着重挑战美国传统地缘势力范围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只要美欧继续援助，那冲突就不会结束，然后持续消耗俄罗斯。所以俄罗斯要在其他地方给美国找麻烦，分散他们的精力。这种转变是非常令人意外的，也是美国不愿看到的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